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文啊。然后我现在呢，是一个研3马上要毕业的学生，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，朋友们。这公司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哪儿都挺好的。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，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。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。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，因为我叫 Bob。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，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。当时我们班 B 字辈3兄弟 ，Bob、Billy、笨。爸爸哔哩笨，爸爸哔哩笨还行。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，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。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。上班第一天，3个同事请我吃饭，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。中间那个人说：“嗨，我叫 Jackins， 这位是 Angelina， 这位是 Isabel。”我说：“哟，雅思词汇。”最夸张的是那个伊莎贝尔，他跟我说：“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伊莎。”我心想：“你还简称伊莎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？你的贝尔呢？被林娜偷了。”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，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3个字母，我一共就3个字母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说：“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。”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，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。我有个同事，他叫 Aldrich， 朋友们 ，Aldrich 统治者的意思。我第一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、非常张扬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，点到他的名字，说王志刚。他说到，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ldrich， 王志刚应该叫笨。所以我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，我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热情、特别善良、特别主动的同事，他上来就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：“嗨，我是 Sam。”我说 Sam。Damn， 不会是 SAM Sam 吧？他说对，我说我是 Bob。他说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。他也特别激动，他问我，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说对，在多邻国。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，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，一定要独特不重名。新一代的小朋友，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复杂了，2个字的都很少，3个字为主，4个字也很常见。我还见过5个字的，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的中文名叫漳州沐雨辰。我一看以为打开王者荣耀了呢，我感觉这个名字上户口都得上绿牌。漳州沐雨辰，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代号。杭州吴彦祖，苏州彭于晏，漳州沐雨辰。而且你仔细一品，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，像一个5言绝句。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，直接翻唐诗300首。姓白就白日依山尽，姓黄就黄河入海流，姓唐直接叫唐诗300首。以后那个老师走到教室里面来，讲台上说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你们4个来我办公室。”所以有时候如果突然别人说出了5个字，大家也不要太意外，他可能只是在叫他的朋友。番茄是个宝，茄皇错不了。每桶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的茄皇，就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。现在这些名字除了拼复杂，还要拼内涵。我之前认识一个高中生朋友，他上来跟我介绍他的名字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我叫周一化。”然后念了2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诗。他说：“一是汉帝之德，四其一儿的一；
画是鬼画于幽静，婆娑于人间的画。我说好诗，好诗。他说那你叫什么呀？我说我叫李文，李白的李，没文化的文。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，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，对吧？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我就只喜欢礼拜六，我最讨厌礼拜一，对吧？但是有一些名字，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，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，你的人生都会改变。比如，如果你叫慕容云海。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。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3个朋友，会有一辆国产跑车，笑起来牙齿特别的白，见到喜欢的女孩就会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所以我一直觉得，你这名字普通一点没关系，对吧？跟别人重名也没关系。我经常跟别人重名，我跟别人重名只会很开心。我说哇，你也叫李文，我已经很习惯了。像我们这种名字，李文、张伟、王强、刘刚，这4个名字抓到上海来能住满一个区，我们可以叫它重名区。想明白这个道理过后，我就大胆说出自己的名字了。我英文名我也随便说。前段时间我妈关心我，她说你最近毕业了，工作怎么样呢？我说，还挺好的，在实习，在干销售。我妈最讨厌干销售的，她说你一个研究生毕业，你干销售，卖课啊？我说卖课，是我的领导。我是鲍勃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来，鲍勃·李玟的索票通道开启。哇，鲍勃好厉害！李玟一如既往在讲生活当中特别简单、特别简单、特别简单的事情。对，就因为个鲍勃是吧？哇，应该是京东鲍勃啊，我好吧。京东鲍勃，但其实李玟的厉害就在于简单的可爱。对对，就一点小事儿，给你挖了好久，然后能延伸出一块儿来，对，一大片天地。对，哎，李玟，我问你一下，因为你在前一段的创作前2轮有朱老师，有刘叔叔，然后为什么没有延续说到了第3赛段再讲一个人的故事？因为其实上一个赛段的现场的表演可能有一点折戟的感觉吧，然后我想着能不能换一种别的风格来这个舞台上尝试一下。我想如果万一我这一轮离开这个舞台了，那我在这个舞台上都没有尝试过别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在这个舞台上。挺好的。但是我们想朱老师是吧？啊，希望他下回回来呀，快回来呀，朱老师啊！忘掉他。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起英文名字的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接触那个英文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连句子都还不会说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会让你选一个你自己的英文名字。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去指的那个名字，我说这个怎么念？我选的第一个叫杰奎琳。那你为什么要指那个呢？当时因为我觉得它很长嘛，可能它不很特别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怎么念。然后我就说这个不要了，再换一个，又指了一个啊，叫什么？芭芭拉。哇，所以说我如果说当时选了这个名字的话，我可能今天的英文名字就叫芭芭拉里。芭芭拉里，你知道芭芭拉给人感觉是一个上年纪的一个女性。对，你刚才说那个 Bob 这个名字太短，显得没文化，那个是真实想法吗？对，我这个是我之但前一直叫。你是盐山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 Bob 其实是 Robert 的昵称。对，所以那个伊莎贝尔，他要你叫他伊莎的时候，不也是昵称吗？对，那伊莎不就也短了吗？对，那你介意这个 Bob 短的话，你就叫 Robert 不就行了吗？因为 Bob 就是 Robert 的昵称。其实我就是在创作这个段子的时候才知道 Bob 是 Robert 的简称，我之前一直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情绪确实是真实的情绪。但是后来我知道过后，我也没有换这个名字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卢老师有英文名吗？像我们这个年代，不会自己没事起个英文名的，都是老师给你随便指定一个。你叫啥，卢老师？我那个
就很老派儿，来来，比巴布朗还老派儿。说一下。就是保罗，保罗就是炮那个。哦，PAUL。对，那个就很尴尬，因为我们同学什么姜大卫啊、陈约翰呐，听着还挺洋气的。我姓罗，然后就叫罗保罗，就贼傻。罗保罗呀，我这名儿也挺好的，可爱接地气。张绍刚老师，你叫什么？我没有，你不可能没有，我没有。你这么骚气的人肯定有。骚气还行。当时就是说那个要就是邮箱啊什么的，因为我叫张绍刚啊，然后所以我就把绍刚这2个就用了一个音拉很近丁拼法啊，对拉丁，然后我就用的是搜狗。搜狗，搜狗，哎，你英文名叫什么？我叫 Walkie， 叫啥 ？Walkie， 就是我看过一个人说胡说八道的意思，就是说 Walkie， 然后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那个特别好听是英语吗？对，不是瞎拼的，就是乱拼的那种乱拼的啊。对，3D 老师作为编剧老师，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个文本？他最后还想了另外一个梗，但是他没有用。啊，我们能听听吗？看有多垮。就是他不是垮，是太抽象了，我给大家演一遍啊，就是名字复杂，其实当然有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有些时候呢，其实也能救你一命。哎，比如说，如果你在路上有一天偶然遇到了银角大王，他说你叫什么呀？你直接把身份证甩在他的脸上，你说你在叫什么呀？其实我也不叫李文，我的真名很复杂，但我今天不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银角大王。很好，很好。所以说，编剧老师很重要，谢谢老师们，没有让他讲这个东西。来，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一直在勇于尝试分享简单快乐的李文。李文，马上要和李文对战的这位朋友，平时给人的感觉就很酷，很英姿飒爽。但是今天呢，他想要换一条赛道，加油姐，深入内心和我们分享关于他的窘迫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秋月。哇，你们好，我是秋月，谢谢。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，从来不缺水果吃，什么坏吃什么。嗨，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，也不缺黄曲霉素。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，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，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，鲜果切。我一般都会在上午选择跟同学们分享完，因为下午就会变成烂果切了。其实这不是最闹心的，我烦的是我每次交学费。我有一次交学费，我上我妈摊上去要钱，然后我妈就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1块的、5块的零钱，凑成6捆600，装在书包里。你知道同学的600没有人发现，我的600很引人注目，放在书包里鼓鼓的。同学都问你要炸学校啊？我说这里是钱，他说你要把学校买下来呀。而且那种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零钱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多，还特别臭，味道很大。同学们都说我，他说：“哎，秋儿家里虽然很穷，但还有2个臭钱儿。”我到了学校之后，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啊，我把钱打开之后，我看着那个钱，我心都碎了，碎成1块1块。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，让我们在钱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同学们都写完了，我刚铺完。同学们把600块钱交出去，我还剩500多没写完呢。老师都着急，说你干嘛呢？磨磨蹭蹭的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哎呀，老师相信你，不用写了，来，相信你。他就开始收我的钱，他收不住我的钱，钱多的2只手他拿不过来，
我从他表情里能看出来，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，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，放在一旁，摞一起没有这6摞厚。他就开始数我的钱，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，然后碰到一个5块，7块、8块、9块、10块、11块。老师是语文老师。你想知道600多块钱零钱很难一次性数对，不是多1块就是少1块。老师数都急眼，我数到哪了？下课了。这时候老师就很生气，指着我说：“就是因为你耽误全班1节课时间。”当时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同学们很高兴，说我在家这数羊数100都睡不着，老师数6块钱我就睡着了。这都问老师，老师你还能数1节课吗？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的原因，我知道啊。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，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，我怕耽误别人。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，上赛制之前我喝了1瓶功能饮料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功能饮料特别利尿。我当时就坐在2楼中间的那个位置，就坐在那里，真的我有点受不了，时不时我就站起来。每个演员上台下台我都要站起来一下，他们以为我不服气要站堂。这时候我就跟我的话筒说话，我就说，我说我要上厕所，能不能派人接我一下？我说给我个机会。我半天没有人理我，我就跟我身后的演员说话，我说我要上厕所。他说我也想去。但他看我的表情，他笑了，我就知道他的想和我的想，他不是一个量级。朋友们真的很难受，我没办法，我死死的拽着自己的裤子，我就拽着自己的裤子。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浪姐的同款，就两边都是钻，特别漂亮。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说，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它。结果我当场抠掉6颗钻。我没办法，我控制不住，然后我控制不住，我就发现我发现裤子，我观察它的颜色，我在想它是牛仔蓝，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，能不能被看出来啊？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啊，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。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，我 PK 谁呀？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？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，我说一会儿如果我要是不行的话，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？我当时还观察了4位导师，我在想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？现场260多个观众，40多个演员，怎么都能挺住，就我不行。我就跟自己较劲，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，我就能挺住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挺到第7个演员上场，贾浩上场。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的，哎呀，贾浩上场，这场一定会有休息。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，我就在那，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，结果喊着喊着变成厕所，高票晋级，全场高呼，我也高呼，我上厕所啦！真的，我就开始准备好，就在了2楼那个口的位置，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出去。我说来，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。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，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。我当时就崩溃，我绝望了，朋友们，我绝望了。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，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，我说你来，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，我要跳下去。他说不行，太危险。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。我跟旁边的川哥说，我说川哥我不行了，我可能要尿这儿了。川哥说啊，现在吗？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，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呢。憋那样了，我都没有走下去，我怕穿过舞台，我怕影响别人，我怕耽误大家时间，我都开始恨自己。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举手的场景，真的，我恨自己，我坐的长椅，我恨自己坐，它为什么是个长椅，它不是个马桶？我看被我抠的长椅那个洞，我在想那洞再大点该有多好。我跟你说，人呐，迫不得已的时候会产生幻觉，我就感觉我人已经在走向厕所了。我得走向厕所，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梦，就是那种找厕所的梦？找不着还好，找到就麻烦了。我当时马上就找到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听旁边人喊，他说秋月，我也要去厕所，我们一起。我一看是张俊，他说出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想跟他一起私奔了。他让我沿着楼梯口下台了，我就沿着楼梯口下台。这个时候有导演组的人看见了我，就把我带到厕所。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跑，我没敢跑，我怕摔倒，我摔倒我就爆炸了。
我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，谁也没有影响。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，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，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？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，人呢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。哎，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，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。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，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秋月，谢谢大家。来，秋月的锁票倒计时。我觉得挺好，但是我一直盼着后边这个就是这个尿尿这事儿啊，能有一个别的方式。就是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也是，然后不敢跟人说，然后那时候还戴着那耳机，而且在北京录像，你知道吧？北京人说话不是吞字儿嘛。然后我跟导演说，哦，那导演说干嘛？我说尿尿，他跟我说你好，我说尿尿，不是你好，是尿尿，然后所以说。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这事儿，我说超越我这个梗应该就可以了，但是就是没有超越到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特别爆的那种这种点，所以我没有拍这个灯啊。但我觉得过程挺可爱的。我关心就是这种事儿，大家遇到过，但是真正爆炸这个事情，爆炸这个事儿咱们就别遇见了，就是谁，我都不敢问，没事您接着聊您的啊。我怎么这么想问呢？春生老师，你爆过吗？真要讲吗？我记得我应该小学1年级啊，我有严重的恐尸，我不敢举手，不敢说我要想要去厕所，然后我一直憋了一上午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，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极限了，憋了一上午啊。对，一上午他就到他刚刚说的那个快马上就即将爆炸了，然后我已经上不了楼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奶奶家住3楼，自己上不去，我就在楼下就拼命的喊他，我说奶奶接我。上不去了，对，因为2楼还有一条狗。哇，这基于各种原因，反正最后你就释放了。跟奶奶说没事儿，带条裤子过来就行了啊。他这个事儿其实我是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趣，但是我觉得稍微我今天有点犹豫，就是因为上一次秋月特别别好，今天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着急或者怎么样，他中间有一些东西我们在这儿我感觉有点听不太清楚，吞刺，感觉过去了。哎，这个特敏感，有点没听太清楚，我们感觉有点不自信，是不是有一些点的？对这个事情本来他有一点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成人了，都30多岁了，但是确实上次确实也就挺难受的。他们有一些行为的时候，其实再憋会儿，幸福的更多，再憋会儿，不要尿裤子，不要尿裤子。然后回去3天肚子都痛，就在想有没有必要做这个事儿，但是出于性格，我没有办法做到在公共场合跟大家说，就是我很难做到这件事，所以我就想给他讲出来。因为我长大了也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就真的会尿在外面。我原来在工地上班，没有人，没有女孩，然后就一个女生，她就不会因为女生再单独做个厕所，我就对尿裤子了。然后我在想，那工人都能看到我怎么办？我就找了个水车，让水车喷我，哎，都给我喷湿了就好了那种。会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就很窘迫那种感觉。我是全程听着很心疼，就是我自己也很能感同身受。就是因为我的性格也跟你这是一样的，很怕麻烦，关键很怕吸引别人不必要的注意力。就是别人都在工作，我突然说我要上洗手间，就那个压力，我后来想明白，我宁可我就憋着。所以你刚一讲，我会特别心疼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就前面是特别成熟的，后边可能你太就像意识流一样去讲，但是没有一个属于脱口秀式的那种文本的打磨，它还不够精致。但我个人认为瑕不掩瑜，因为我很能产生这种共情，所以我是很高兴但又很心疼的听完的，所以我拍了灯。谢谢。但是我觉得秋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示，我决定在第一组3-3对抗结束之后，现在吗？不是，还有俩人呢。我说，在第一组3-3对抗结束之后，我决定让大家去厕所。好嘞。谢谢秋月。谢谢。李文回到台上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终获得的票数是
李文278，秋月239。